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大家好久不见，最近好吗？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有没有让自己尽量的开心呢？距离上一支影片大概已经隔了2个多礼拜了吧。那因为六花最近 offline 的事情很多，整个是一个忙不过来的状态，所以无论是剪辑或者是拍摄，都有点 delay。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 sorry， 真的很抱歉。OK， 那我接下来会尽快的加快更新速度，那请大家继续的支持，常常来六花堂逛逛哦，好吗？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心中的问题答案 Yes or No。 为大家准备5个选项，第一个是可口糖霜甜甜圈，第二个选项是香浓巧克力甜甜圈，第3个是甜心地瓜派，第4个是软 Q 巧克力面包，第5个是香酥苹果派。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汲取自己觉得比较有共鸣的部分。OK， 那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给我。OK， 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组，选择可口糖霜甜甜圈的朋友，你心中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来看看哦。那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所以我们感情的部分我会出2个小彩蛋，就是如果想要告白的人，或者想要约对方过圣诞节或跨年的朋友，到底能不能够成功？我们另外出2张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OK， 我们先来出1张牌，是关于感情的部分。如果你心里面想的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答案是 Yes 还是 No。我们算正的。那我在底下另外出2张牌，就是选择要不要告白。那另外1张是如果约对方能不能够成功。看一下告白的部分。告白。那如果是约对方一起过呢，这就不一定是单独2个人过，就是单纯就是你要约他的时候能不能够成功这样子。那还有
会不会顺利？哦，好，我们忘了把 key card 打开。OK Garden， 好。那接下来工作或事业相关的问题。好，接下来是学业。调整一下，感觉快没有位置了。接下来是金钱、财运、投资方面的。最后是健康，那健康没有位置，我放这边好了。健康或者是例如说，医美啦，或者是健身啦、塑身啦、减重啦，这些也都算哦。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感情相关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那答案我觉得是 yes， 因为我们出现了正位的愚者。那我们这边分3个部分来讲解好了。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会觉得，我觉得答案是 yes。然后给你的建议是，因为我们这次的 key card 是garden， 所以我会觉得你要跳脱你现在的生活圈，你要跳脱你现在的舒适圈，你可能要去找寻新的 group、新的组织，或者是去认识新的人，然后找到一些新的 community。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就可以认识到你要认识的那个人，而且我觉得是会很不错的一个发展。然后再来就是真的要鼓起勇气啦，因为我觉得出现愚者这张就是要不就是你想太多，就是你很容易想太多，要不然就是你很容易却步，会觉得嫌麻烦。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有喜欢的人，那你可能还没告白，你可能还没有一些行动，那你是喜欢他的，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那我也会觉得你可能要鼓起勇气，或是不要想这么多，就是去约看。那我觉得你去约他，最主要是要跟很多人在一起的那种，就是不是单独去约他，而是例如说可能3、5好友大家聚在一起，跨年啦，或者是聚在一起，就是一起过圣诞夜这样子，一起庆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去约看，然后去组一个团，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去一起去玩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发展。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在交往的，或者是已经在婚姻状态之中的呢，我会认为就是其实你可以更放松一点，在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我觉得你可以再放松一点。那甚至可以就是邀请一些朋友来你们的家里做客，那一起玩这样子。就是以
group 为主，就是以团体为主，因为 garden 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群体的概念在里面。那愚者的话就是比较倾向于自由，那或者是一个不要想这么多，就是单纯纯粹的一个开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yes， 但是可能可以再更放松一点，更自由一点，更把自己原本的自己呈现出来，是没关系的，是更好的。OK， 那我们这次的彩蛋就是，如果在圣诞节或是跨年的时候告白，会不会成功？好，那出现了这个是魔杖随从，那我觉得魔杖随从的话呢，我会觉得他，因为他是虽然看起来有点正位，可是他其实我在抽的时候有点斜斜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自己内心有点打不定主意，或者是你有一点点就是有点不敢。对，那我会觉得啦，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就是运用朋友之间的援助协助去帮你告白，不是请别人帮你告白而是你可能可以例如说有些 surprise 是可以找朋友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听听看朋友的意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其实会成功，其实你会成功，我觉得最主要是你没有踏出那一步，你看他其实就差一点就转正了，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差一步，那其实会成功，只是说我觉得你踏出那一步其实真的是有点感觉可能有点辛苦加油，就给你力量这样子，那你是会成功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如果要告白的话啦，因为是 garden，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去找一个可能比较浪漫的，或是例如说餐厅或是哪边，就是比较不是只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一个环境，因为我觉得那样可能对他来讲也比较窒息，或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害怕，比较压力大一点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找一个比较优美的地方，或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名的像网红店啊之类的一个漂亮的地方，然后跟他约会之后，我们再来跟他告白，这样子可能会更容易成功。就是事先要准备好啦。但我觉得你就差一点点，加油。OK， 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你是在圣诞节或是跨年的时候，你想要约对方出去，就还不至于告白，就是你就是想约他的话，会不会成功呢？答案是 yes， 而且是大大的 yes。因为魔杖6就是一个胜利的牌。那一样我们因为我们有 garden， 所以我会觉得第一就是你可能约的时候你自己要先 set 好，就是行程 set 好，吃饭的地方或者是玩的地方，就不要都是 no plan 这样子，那是不行的，就是没计划是不行的。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的话，你自己可能判断一下状况，就是可能3-5好友一起约出去比较好约，就是不是单独的去约他，而是说就是除了约你喜欢的那个人之外，你还可以再约就是 ABC， 就是大家一起去玩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约，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会顺利。那我觉得感情的部分都是 yes， 而且我会觉得你们会就是会怎么讲，会感情会更上一层楼，或者是甚至可能真的就会往下一个阶段走了，要把握，我觉得超赞。只是就是该准备好的要准备好这样子，如果你要告白或是你要邀约，一定要准备好，千万不可以没有计划。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工作或事业哦。工作跟事业的话呢，我觉得答案是 no
因为我们星星倒着。那我觉得其实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你现在在打拼的事业，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发挥的，就是有一些资源没有使用，有些能力没有发挥，或者是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些问题的症结点。我觉得你可能要重新的审视一下你的事业体，或者是你现在工作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太钻牛角尖，看到一个点，你没有看到整个局面。我觉得你要拉开距离去看，会对你比较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 key card 是 garden， 所以我会认为你可能要跟，例如说你的智囊团，或者是跟你的伙伴，跟你的team， 就是跟你 team 的里面的人，不一定是朋友，就是在你团队里面的人们稍微讨论一下，是不是可以更改善、更有效率的去执行。因为我觉得星星倒着就代表可能有一些没有效率的点，或者是没有好好使用的一些资源或是能力在里面，这样子就有点可惜，我觉得是可惜的。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重新看过之后，然后好好的检讨了之后，跟周遭的人经过讨论，我会觉得之后应该会好，但是你现在的时间点是 no。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学业的部分哦。宝剑9，而且就是差一点点正位。你现在是不是学业上有什么困扰？可是你其实根本就你有点逃避，就是你现在没有去看，没有去管这个你的功课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自己知道哪边有没有做好，哪边没有读好，然后可是你有点现在感觉不想要去看它。可是之后让你睡不着的时间的那个时刻会来哦。就如果你现在一直持续的逃避的话，就是你装作没看到，可是其实我就是努力不够，或者是可能读书的效率不足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问题点其实之后就会出现了，只是现在还没出现。它快了，因为你看它离转正就差这么一点点，大概30度。那我会觉得你其实如果是 garden 的话，我会觉得你其实可以跟周遭的朋友，或者是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多一点的可能讨论，看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正视你现在丢在旁边你不想看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然后怎么样子我们要可以更顺利、更有效率的去拿好成绩，或者是去理解你的课业里面的内容。就我会觉得你可能现在避而不谈，但是之后会出现哦。那你之后出现，其实我觉得你会很沮丧，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会很没有力气，会很伤心。所以趁现在你还有力气逃避的时候，我觉得你把问题点抓出来，然后好好的跟周遭人讨论，我觉得会比较好。而且其实这个状态久了，我觉得会内耗啦，就是极度内耗。我觉得你会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这样子，但我觉得不好。就是一个未爆弹的状态。OK， 好，所以答案是 no， 答案是 no。那如果你要问就是考试的成绩，或者是考试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证照的一个结果。我可以跟你说，就是现在应该是在，我觉得有一点的可能是可能，因为它没有完全整嘛，所以我会觉得会有一咪咪的可能性，就是你会过，但是就算你过，你合格，也是超级低空飞过的那一种。但是因为之后它好像感觉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是差个几分就过的那种。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应该是差几分你就过，所以才会有这种就是比较后悔的一个感觉。但我觉得其实学业是这样啦，就是凡是读书或者是学习都是有技巧的。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出症结点，然后去面对它，而不是去避开它，因为避开它问题永远在哪里。OK， 那加油好不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看一下这是有关于你的金钱或者是投资，那还有财运方面的。OK， 那如果你想要投资，如果你想要去买个乐透什么的话，我觉得答案是 yes， 我觉得答案是 yes， 但是你不能够盲目的、很情绪化的，或者是很感情用事的去买、去投资，就是因为宝剑它其实本身代表着一个理性，然后聪明，而且收集资讯。所以如果你自己有确定你自己资讯是 OK 的，然后已经有做一些功课，有做一些调查，那我觉得你时候到了，你就是该去投资了，该去买了。可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就是还没有弄懂一些事情，然后就贸然的别人说这个可以买，那个可以买，然后你就去买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哦。OK， 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是财运的话呢？财运的话，我会认为其实我觉得你必须要稍微，我觉得答案是 yes， 可是你要稍微的去考虑一下，这一笔的花费是不是可以再更缩减，是不是有一些不该花的，你可以不要花。就理财方面的话啦，就是你可能必须要稍微再审视一下你自己的支出跟收入，然后确认一下你最近如果想买的东西，是不是例如说可能在别个店家可以再买到更便宜的，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有需要买这样东西，你可能要稍微再经过一下思考，但是答案其实是 yes。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哦。健康方面我们也分几个部分来讲好了。如果你想要询问有关于疾病方面的，就是健康自己的身体健康方面的话，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 但是我觉得你要多放开你的心，让自己开心，然后不要就是每一天担心东担心西的，或者是过度紧张、过度忧郁、过度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明明还没有那么的严重，你自己把它想得很严重，就不要自己吓自己。那再来就是因为有 garden，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例如说多去外面走动，或者是可以就是很多事情不要自己闷着。那有什么状态你也是可以跟医生跟护士好好的商量，好好的聊，就是有关于这个疾病或者是关于这个健康的问题该怎么样子去做处理，去做一个比较好的面对的一个策略。
那如果是有关于健身、塑身或者是减重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那可是我会觉得你会比较适合去人多的地方，就是其他的人也在健身，例如说健身房，或者是就是团班的去做运动，或是瑜伽之类的，就是不要一个人在家里面默默的、偷偷的自己做运动，因为那样我觉得成效可能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有 garden 就代表很多人。那再来就是如果是有关于医美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是 yes。那如果你要找就是医美的诊所、医疗院所，我会觉得你就是找大家风评比较好的，就是评价比较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你要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放开去做，就是成果应该都会不错这样子。那第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香浓巧克力甜甜圈的朋友，你心中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又有哪些建议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来看看哦。OK， 那我们一样，把各个项目的牌各抽一张。我们先来看一下感情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一次，因为接近圣诞节跟年底跨年了，所以给大家2张。特殊的牌当做彩蛋，看如果你在圣诞节或跨年的时候告白，或者是约对方能不能够成功，我们来特别开2张牌看看。先看告白，再来是约对方。那接下来是工作，或者是事业。好，那下一张是学业。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财运、投资、理财相关的问题。那
那最后我们来看有关于健康、塑身、减重、医美，或甚至是有关于就是整体健康或是疾病相关的问题。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Key Card。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心里面的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的话，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答案是 no 诶。OK， 那我们来分2个层次来说为什么答案是 no。如果你现在是身边是没有人，你现在在想要脱单，你想要找一个新的恋情，或者你心里面有喜欢的人，可是你还没有告白，你们2个还没有在一起。如果是处在这2种状况的你，我会觉得有时候有些问题是，第一，你可能没有那么的积极，就是你表现出来的热情没有那么多，那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也许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他，你没有那么重视他。好，这是第一点。那旁边的人，因为你没有表现得很明显的话，其实旁边的人，因为我们这次的 key card 是熊嘛，所以旁边人可能也会觉得说，你现在第一排在你自己心里面第一重要的，会是工作、事业或自我实现的部分，而不是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你自己本身就也没有很积极，没有很想要赶快找一个新的人，也有可能就是旁边的人看你就觉得你应该也没有很想要谈恋爱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想要稍微调整改善这个状况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再表现的更多对谈恋爱的一个渴望嘛，就是告诉周遭的人说你真的很想要找一个人。那如果你有一个喜欢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更多的去表现你对他的喜欢。OK， 那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出现这张倒着的魔杖 S， 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小心，你在对你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你在跟认识新的人，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的观察，或是去稍微自己思考一下，你给对方的，你给对方的是不是他要的？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送的东西，是不是有对他的口味？就例如说，可能你很喜欢，假设就是你很喜欢车子，或者是你很喜欢有关于时尚的东西，可是对方对这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一窍不通。那你一直跟他讲这些东西，可是他喜欢的是什么？假设他喜欢的是书啦，或者是例如说他喜欢的是一些新的资讯啊或什么的，所以就是你给他的一些资讯，你跟他聊的东西，你给他你送他的东西，可能不是他喜欢的，可是你一直觉得对方会喜欢。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你自己要多注意一下，有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没有给对东西。然后对方的反应可能当下还是会跟你说就是谢谢啊，我还是很开心，但是就是不对，
他会觉得你没有 match 到他，这样子，就是都打到错的点，这样子。OK， 那这个部分可能要多小心。接下来，如果是你们已经是在交往，那或者是已经存在婚姻关系的两个人，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在倦怠期耶，有可能你们现在是在一个比较打拼事业、打拼工作赚钱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变得好像有一种，就是每一天固定的一个感觉，就没有一种新鲜感了。那我会觉得你们可能要找一个时间，真的好好安排一个时间，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就无论有没有小孩哦，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必须要特别的去 set 一个例如说就是吃饭 set 一个餐厅，然后好好的两个人去吃个饭，然后甚至一起去看个电影，去约会这样子，可能会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重新再重温之前的感情，把之前的那个喜欢跟那种心动的感觉抓回来是很重要的。就现在有点倦怠，然后每一天就变成例行公事，就你回来了，我回来了，然后吃饭也可能不聊天，就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可能半句话都没有说到，这样子，然后可能一聊天就是聊到工作的事，那聊到小孩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长久下去不是很好啦，就偶尔要从伴侣、伙伴的身份跳回到彼此喜欢的两个人的那个状态，偶尔要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现在看起来是不够的，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文不对题，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可能送的东西或是你回他的话是对方不要的，对，就是他没有很喜欢的，没有很高兴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多观察，然后多去了解一下对方。OK， 那我们今天的感情的小彩蛋，这一张是如果你在圣诞节或者是在跨年告白的话，会不会成功哦？我觉得会是成功的，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你要把你的态度、行动稍微再拉高一点，就是再表现出多一点的对对方的喜欢跟热情，还有重视的感觉。因为其实钱币 S 它就一只手上面会放一个钱币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让对方知道你是真的很重视他，很珍惜他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钱币 S， 我觉得你可以你可以想，就除了约他出来，就是可能吃饭聊天，然后告白之外，你可能可以准备一个小东西给他，这样子。那这张我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时间点求婚是 OK 的，是 OK 的。但是真的就是你必须要很诚心诚意，让对方感觉知道你的热情跟重视的感觉哦，好吗？那是前提，那是大前提，不然你还是会失败哦。OK， 好，会成功，但是一定要记得把那个诚心诚意跟热情、重视的感觉带出来。好，那另外这一张是如果你想要在圣诞节或跨年约对方出去，我觉得你会失败，也会 no 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可能晚一步，他可能之前有等你约，或者是他之前可能没有什么计划，可是当你要约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被别人约走了。
或者是你，或者是单纯就是你们两个的时间瞧不拢。这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对方圣诞节或是跨年也需要工作或是什么的，这也有可能。就是总之时间是没有对上的。那或者是他先被别人约走了这样子，所以会有点可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他就是当天没有办法赴约，那我们就是例如说圣诞节的前后或者是跨年的前后约他可不可以，好不好？我们来加抽一下。再一张哦。不行耶，我觉得你要约的那个，就是你要约的那个人，你可能会很 shock， 就是他可能真的先被别人约走了，或者是，对，我觉得他就是先被人家约走了。OK，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先被约走了啦。那如果是以团体的方式去约他 ，O 不 OK？ 我们来看一下，再抽一下。如果是例如说一群朋友这样子约他，然后不是在圣诞节或是跨年当天，有没有可能呢？也是不行耶。那他大概真的，我觉得你想要约的那个人，可能已经说不定心有所属了，或者是他真的就是目前对你还是比较没有感觉的。那我觉得你要先，先再多花一点的时间去培养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跟多认识彼此。然后，我觉得之后再看情况了。但这一次今年的跨年跟圣诞节，我觉得机会是不高的，就是约出去的机会是不高的。有点可惜。那我觉得就是再看你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吧，就是下一次的节日有没有再有机会这样子。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工作，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工作上是非常好的哦。工作跟事业上，如果你有什么新的 project 要开始执行，或者是在工作上相关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大大的 yes。而且他告诉你，塔罗牌告诉你，你一定要赶快去执行了，可以开始行动了，绝对没有问题。那又有熊，我们这次的 key card 是熊，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会遇到很可靠的盟友或者是伙伴，又或者是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利益，所以是非常好的，请你赶快着手去执行就对了。很赞，非常赞。好，那学业的部分呢？学业的部分答案是 no。学业或考试或证照，答案是 no。那为什么是 no 呢？我觉得是第一点，我觉得你的计划可能不够周详，你的学习计划或者是
可能考试计划没有那么的周详，你可能要重新的审视一次你的考试计划跟你的学习计划。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会觉得就算你订立了计划，可能你也没有彻底的去实现、去实行。可能中间有一些例如说啊，那今天很冷，或是今天很热，那今天就算了，我就在家读书。可是在家读书，你可能就又玩了个电动，或是看了个漫画之类的。所以你没有彻底的执行，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执行的一个学习考试的计划，可能要重新审视过一遍，可能错估了考试的难度，或者甚至是范围。OK， 那有熊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跟，例如说考过这个考试的前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你的已经成绩比较好的，或者已经取得这个证照的一些朋友，你可能跟他们聊个天，就确认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状态，跟实际上他们已经考过的人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你应该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蛮多不错的建议。OK， 好，要加油。OK， 那关于你的投资理财，然后或是收支平衡，或者是财运相关，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算这个塔罗牌，大概1到3个月，最长到半年，你的直觉会非常敏锐哦。所以如果你要投资理财，我就是建议你就可以去执行，你可以去投资你现在想的，你想要投资的都可以。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在一些，例如说像一些社交媒体网站上，可以取得很多你要的资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圣杯属性它其实有很多是有关于 social 或者是讲话沟通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周遭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也会透露一些重要的讯息给你，那你要尽量去 get 到他们在讲的，我觉得很好。那如果你要投资理财是非常好的。OK， 好，那收支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不错，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掌握的不错，然后顺风顺水的，只是有时候一些感情，就是情绪花费，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我喜欢这个，就不是需要，而是你喜欢你就去买了，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花费，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啦。OK， 但整体而言是非常好的。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健康，那或者是塑身、医美，那或者是身体整体而言就是你的身心灵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会觉得是好的，答案是 yes。那如果是疾病的话，我觉得你会找到舒缓一些就是舒缓这个疾病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在减重，你正在可能卡在一个瓶颈，就是你可能怎么减都减不下来，我觉得你接下来会找到好方法，让你的体重减下来。那医美的话，我也觉得原本你可能是要去做某个项目，结果你会发现，其实另外一个项目更合适，更适合你，风险更低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答案是 yes 哦。OK， 那
整体而言，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就是在健康上面，就是身心灵、减重、塑身、医美，或者是面对疾病相关的，都是很好的。就你会觉得有一个新的东西，你会发现新的项目，你会发现新的方法，你会发现，然后你去做，就发现是有效的。OK， 好，那第二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甜心地瓜派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看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感情的部分。接下来是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相关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是学业或是考试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是财运、投资理财、收支平衡之类的。好，那最后是健康，塑身、医美、身心灵平衡。或是甚至是真的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好，那感情的部分我们另外给各位2个彩蛋。一个是如果在圣诞节或者是跨年告白，能不能成功？第二个是如果在圣诞节或跨年约他出去，约自己喜欢的人出去，能不能成功？我各自再出个补充牌哦。
在抽牌的时候，我突然一瞬间，其实就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突然之间就觉得不用抽了，可是已经在抽牌了。OK， 好，那我们的 key card，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心里面的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的，那答案会是 yes。那yes 的一些建议呢，跟例如说问题的症结点之类的，我们分3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想要脱单，你想要找寻一个新的恋情，我觉得你的感情状况会越好。其实出现月亮跟这个鞭子，我会觉得你可能之前有一些情伤，或者是可能之前有一些感情的一些问题，就是感情的纠葛，例如说可能哪一边有出现第三者，或是前女友前男友纠葛不清之类的，就是感情的状况是一个比较复杂不明朗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你被这个之前的事，被之前这个感情的事情影响的心境跟你的心里面受的伤，我觉得会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也代表，就是如果你接下来你要去找新的人，我会觉得你接下来会遇到一个不让你担心的人，他不会让你担心，他不会再让你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大众塔罗嘛，所以我不知道之前的那个人带给你什么样的伤害，但是你下一个人会是不再让你那么的痛苦、受伤、不安的一个人，然后你心里面的那个伤痛也会慢慢好起来，好棒哦，真好。可是我会觉得你自己内心你还是很多的痛苦在的，因为鞭子这边还在，我们的 key card。那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而言，之前的那个情伤跟那个不安痛苦，你有时候会以为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然后会觉得自己哪边不好，或者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所以对方才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其实不是哦，好不好？这个鞭子是代表你对于自己的一个严格跟鞭笞，它其实不是代表你有问题，你有错。所以你不要再拿别人给你的伤害来折磨自己。那这个状况会慢慢好起来，而且你下一个人会是很好的，他不会让你不安，不会让你受伤。你之前担心的，你现在担心的所有的感情的问题，都将不会再出现。好，那第二个层次，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有喜欢的人，然后出现这个月亮，我会觉得也许对方说不定是他有别的喜欢的人，或者他甚至是有伴侣的，或者他已经有男女朋友的，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他的心会慢慢的朝向你这边，然后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可能暧昧啦，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互动会越好，然后暧昧的部分会越明朗，就是你会慢慢的清楚，会感觉得到他是重视着你的，而且他的心是会朝你这边，会朝向你这边的。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会找到一些端倪哦，但是我觉得你内心的那个罪恶感，或是那种就是比较
自我责备的部分可能不会那么快的消散，还是会在。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再比之前更明朗一点。那如果对方不是有伴侣，或者是有另外喜欢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你要慢慢的多一点的自信。我会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去争取，就是去争取他的喜欢。你会觉得自己不够格，不够好，可以去追求他。其实这个是你自己产生的一种恐惧，它不是真的。那我觉得你慢慢的会从这个情绪中得到解放，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没有自信啦，因为有出现这个辫子。但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调整自己，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只要你为了他去把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他会看得到的。然后你不用一直觉得很自卑的说，就是反正我也只能够当他的好朋友、好闺蜜，或是好的就是好哥们这样子。其实不用这么的压缩自己，更坦然的、更积极、更开心的去面对他。我觉得你接下来也会慢慢的改变。好，那如果是已经在一段关系之中，或者是你已经是已经有结婚的，目前我觉得看起来的话，就是你们之前可能有一些争执或不安，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会慢慢的好起来，然后一些误会也会慢慢的解除，所以我觉得状态是好的。那只是有时候可能对话上面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会不会有时候讲话太口无遮拦，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比较亲密的人，其实是会比较随性的说话，但有时候其实也是会伤到对方的。所以可能在讲话上面，或者是在进对应对上面，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多顾虑一下对方的心情，多体贴一下对方，这样子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好。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讲我们的彩蛋。如果在圣诞节或是跨年跟对方告白，会不会成功？我跟你说，不用想了，你就是去告白。你就去告白，你一定想说不行，我就是可能还要再多跟他培养感情，或者是我再多就是我跟他的之间，我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累积或什么，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其实不用，其实你已经可以告白了，可以告白哦，加油，不用想了，不用再努力了，总之你就先去告白了。是会成功的。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彩蛋是，如果你要在圣诞节或者是在跨年的时候约他出去，可不可以？是可以的，答案是 yes。而且你不用再就是大家一起出去，你就单独约他出去了，好吗？就不要想说，我是不是又要揪一大群，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去玩，这样不用，你就是直接单独约他，好不好？试试看，会成功哦。然后不要有其他电灯泡了，不需要，我们不用电灯泡。你就直接约他，好不好？很棒耶，好赞哦。好，那再来工作方面哦，工作方面我觉得会是 yes。我觉得你之前可能停滞的状况，或者是可能之前没有办法进行的很顺利的事物，
project，或者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创业的东西，接下来都会得到一个就是舒缓、疏解，然后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有出现这个宝剑八跟鞭子，所以我觉得啊，有时候这解决方案可能是你没有那么喜欢的。可是怎么讲？我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要退一步，就是不要自己纠结在某个点上。其实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最赞的。然后如果能够让整个事业体或整个工作变得更顺利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用太固执于某一个做事方式，或是某一些程序流程之类的。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放松一点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不要觉得就是不要觉得很固执的想要坚持自己要做的某个点，那过不去的话，那个问题就一直在。可如果你把这个点解开了，你就是不要坚持，不要固执的话，其实事情就很顺利了。那有时候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比较多是你自己的规则、原则上面可能要做些退让。虽然就是这个退让会让你很难受，但是你还是要试着去放开一点。OK， 那会是顺利的，会是好的，是 yes。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业或者是考试。答案是 yes。那我觉得你就是继续坚持，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我觉得会很好。然后自我锻炼，持续的自我锻炼，持续的鞭笞自己，让自己更努力，会很好。那答案是 yes。就是继续保持现状，就会没问题。好，那这个如果是考试的成绩的话，我会觉得我看一下如果是考试好了，因为这会有两个可能，我来看一下。考试结果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看的时间点是已经考完试了的，那我觉得答案会是 no， 就是你这一次考试的成绩可能不是很理想，可能没有过，或者是没有达到你要的标准，或是你家人要的标准。那我会觉得，因为有出现鞭子嘛，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你会有点自责跟难过。但是，我觉得问题症结点在于说，你可能有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你没有放开。就是例如说就是你喜欢的科目你就读很多，你喜欢的部分你就一直去读，可是你不擅长的、你不喜欢的，你可能就放旁边了。可是这是不行的，就不能挑食，不能偏食。但我觉得你在读书上面可能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偏食或者是挑食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可能别人告诉你一些增加效率、读书效率，或者是一些方法、考试的方法或学习的方法，可是你却都没有去做，你没有接受，你没有去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能会需要调整改善。
但这一次的结果可能会不是没有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比较多一点，这个几率比较高一点。OK， 好，辛苦了，但是还是要继续加油，好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运耶，财运投资理财居然是10个钱币。好，钱币10岁代表是大大的 yes， 非常好。如果你要投资理财，或者是可能例如说最近的财运都会是非常好的，都可以去勇敢的去做，没有问题。而且有鞭子，我会觉得你就是甚至可以稍微加码一点点都没有关系。那我觉得是很好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它这个钱币10有家庭的意思，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可以跟家人讨论聊有关于投资理财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会很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没有投资理财的一个问题，一个选择的话啦，那我觉得你可能这段时间可能会拿到家里面来的一笔钱，那你可能会想说你不要收，或者是你会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我干嘛干嘛。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就收下来，你把它存下来也好 ，OK 吗？好，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财运也很好，这感觉就是感觉就是整个家庭大家都很乐呵呵的感觉，很不错。那繁荣兴盛的感觉，所以财运、投资理财相关是非常好。那如果你有想要买房子的话，我会觉得是可以的，是 yes， 是 OK 的。只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再多，可能有草率的地方，你可能还需要再多严格的把关，多仔细的去思考说，是不是现在你要选的那间房子，它的 CP 值到底够不够好，然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全面的再审核一下，去看一下到底这间房子 O 不 OK。 就是买房子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可能你还是要稍微再多评估一下，或许你可以再找到另外一间更好的，也不一定。好，那再来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话呢，答案是 yes。 好，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健身，然后塑身、医美相关的，或者甚至有关于身心灵的课程你想要去上，或者是说有关于一些疾病相关的问题，其实答案全部都是 yes， 就是所有的要素、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去执行，你可以去做，那效果应该会很不错，就只差行动跟那个契机而已。那如果是疾病相关的话，我会觉得是说其实是时候你可以开始着手去，例如说治疗，或者是说找一段时间好好的去调养自己的身体。那整体而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可以直接你想要去做就可以去执行了，没有问题的。那可是有鞭子嘛，所以可能会
中间有一段时间会是比较辛苦，例如说像医美复原期啦，或者是像是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可能会真的会觉得有些辛苦，或者是说在健身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努力的鞭策自己要每天要去健身，或者是每一天要做哪些运动，哪些就是规律自己哪些东西要不能吃之类的。那中间是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结果会是好的。OK， 好，那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4组，选择软 Q 巧克力面包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的话，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接下来是工作、事业。接下来是学业，然后是财运、投资理财，最后是有关于健康、塑身、医美、身心灵相关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会有圣诞节跟跨年的彩蛋2个，如果你要告白或者是要邀约对方出去，能不能够成功？我们来看一下哦。OK， 这张我再出一个补充牌。
OK，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心里面的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的话，答案会是 yes 哦。好，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你会觉得自己不行，觉得不 OK， 觉得不会成功，就是你心里面会觉得应该会是 no， 但其实结果会是 yes。那我现在分2个层次来为大家解说。第一个层次呢，是如果你是现在单身，你想脱单，你在找寻一个新的关系，那或者是你现在心里面有个喜欢的人，你跟你喜欢的人可能甚至已经是有点暧昧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心里面的答案呢，我觉得会是 yes， 就是你是会成功，你会赢的那一方，你会胜利。可是我会觉得你可能有一些可能自己以为自己不够好，还是觉得对方可能就是不会选你，就是你会有一些奇怪的判断，然后独断独行，自己觉得应该不 OK， 自己觉得不行，没有办法成功，然后你就没有再特别的积极去push 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你可能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你也不会特别想要再去积极的去找新的关系。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其实你本身是可以赢的，就算你有情敌，你也是可以胜利的，你是可以赢得你要的感情的哟，好吗？那只是可能也许你跟他之间如果你是有喜欢的人，然后你们现在是有在聊天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自己以为可能你们2个的关系不是那么的明朗，所以你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没有机会，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现在单身，那我觉得你可能必须要重新的再好好的去建立一下自己的自信心，去好好的看看自己，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么不好。那有时候只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安、恐惧，或者是你自己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就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框架，这么大的一个否定，就自己背着这样子，其实真的不需要。你是会成功的。然后如果是现在目前是已经有个稳定关系，甚至是在婚姻状况已经在交往之中的话，我觉得你的答案会是 yes。 可是呢，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你可能你的进对应退，或是你跟对方沟通的方式会有点太独断独行，你不要可能没有经过询问对方的意见，或者是你自己可能觉得这样就好了，或是你自己觉得他可能喜欢这个，那你就自己帮他决定了，然后擅自就开始进行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请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那再来就是会不会就是在对自己亲密的人跟对外面的人会有一些不平等、不公平的部分？例如说可能就因为是自己亲密的另外一半，所以你就觉得对方牺牲一下没有关系。我就例如说，可能你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你的朋友或者你朋友的女朋友觉得这好漂亮哦，那可是你原本是要拿来送给你另外一半的，那我就想说没关系，那我的另外一半我之后再买个给他好了，那这个你们就先拿去吧。就像这样子，其实这是不 OK 的。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2个的沟通是一个比较不协调的状况，所以会有云，会有 cloud。那
我希望你们就是尽量能够多一点的沟通，然后多一点的在对对方多一点的体贴跟理解。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你的答案会是 yes， 会是好的。那如果今天就算你今天要问的假设是有关于像分手离婚的话，我会觉得你也是需要经过好好的沟通协调之后，你会 yes， 你会胜利，我是可以顺利分手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我们2个彩蛋哦。如果在圣诞节或者是在跨年的时候跟对方告白 ，O 不 OK？ 答案是可以的，而且是大大的 yes， 请你不要想太多，你就直接去告白。结果会是好的，大大的 yes， 请你就是直接行动了，直接去告白了，没有问题。因为出现愚者。OK， 那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往下一个阶段去。就是即便对方没有马上答应你，我觉得你们2个的关系会突然之间大幅的就是变好。那接下来第2个彩蛋，如果要约对方出去，可不可以呢？答案是可以的。那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可能朋友，就是你不要单独约，你可能就是约一些知道你们2个之间你喜欢他的朋友一起出去，这样子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们可以帮忙做球给你啊，或者是可能可以协助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就跟他约说是一群朋友要出去，或者是我们就一群人要出去，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这样子的成功几率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再来就是可能你们在这一次的邀约的相处，就是可能这一次你们的相处跨年或是圣诞节的相处，你们2个人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好。所以答案是 OK， 非常的好，是 yes。那现在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状态不是很明朗，但是我觉得你就是直接去做，直接行动，直接约，直接告白，你会发现其实那个云飘走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天空是很漂亮的。就是答案会是很好的，结果会是好的。虽然现在有点感觉有点不安，心里面会觉得有点就是小鹿乱撞，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会有点紧张，但是答案会是很好的所以加油好吗？好，那关于工作或事业方面的话呢，出现了宝剑9，而且是正的，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大大的 no， 而且又加上我们有 cloud，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目前在面对的问题，目前面对的一个project， 它可能会状况会一直不断的变化，然后很不稳定，所以我会觉得是 no。 我觉得你可能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先缓一缓，先放旁边缓一缓，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趁这个时间点就先止血了，就换一个 project 去做，而不要一直就是再丢资源下去了。是个大大的 no 哦。那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结果就是不行 no， 然后最好是可以马上就先停止止血。因为结果再演变下去还是不会很好。那关于学业或考试，好，那学业的部分呢，我觉得你就不用想了，就是我觉得出现这个钱币7会代表就是你可能想很多，但实际上你静下心来去读书，静下心来去面对考试，面对证照，
的一个试验，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很认真，就是想很多，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去吸收，真的去静下心来读书的部分可能没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你先把一些事情先放旁边。这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平常一些外物很多，例如说什么朋友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就是不该你管的啦，不该你管的事情你也管，然后你也去想，你也去烦恼。我觉得你可能就把这些东西，反正除了读书以外的东西你都先放旁边，然后好好的静下心来，专心的读书。因为我觉得这一章就是有可能你是不专心，所以建议你就是你如果专心，你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面对课业跟考试的话，答案会是 yes。 可是如果你还是持续的不专心，那答案就是 no。 我觉得他是在提醒这一点。那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旁边那些纷扰的东西就像这些云一样，就是会一直烦你，然后让你就是没有办法专心这样子。那考试的部分，如果你已经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来看一下。结果会是不是很好我们出现了圣杯 S， 我还是会觉得你可能在我觉得你可能是在内耗太多。我要先讲这一次的，如果你已经考完试了，那你是要问有关于考试的结果好不好，我会觉得应该答案会是不好，不是那么好，就是没有到达你要的那个标准哦。那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太过于内耗，那我不知道你在内耗些什么。你看，就是这边也是想很多，然后没办法专心，那这边也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没有真的付出对这个考试对这个事情付出100%的努力跟热情。那我会觉得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我觉得你可能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个考试或者是这个资格或是这个证照是不是你自己要的，我觉得你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的话，那当然你就会没有那么多的心力放在这个东西上面，那自然结果就比较大的比率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答案会是可能就这一次的考试或是考取证照而言，可能结果会比较不尽比较没有办法让你心里面如意，就比较不能够让你的顺心如意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可能重新审视一下你当初要争取的这个考试这个资格这个证照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好好自己思索一下，然后确定了你就专心的认真的去考取它，去面对它，然后不要想太多，就不要太内耗啦。我觉得好多内耗的要素在里面哦。OK， 好，那接下来财运，投资理财或者是收支，然后财运的部分，我觉得答案会是 yes。 那我觉得你可能会在投资理财或是在自己的收支平衡上面，我觉得你会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会给你带来更精准的
开源节流，然后更精准的就是投资的收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再来就是因为宝剑它本身也有就是收集资讯的意思在里面，然后理性的去面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再多做一点功课，多收集一些资讯，可能会让你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不安，或者是可能一些例如说像股市上面的一些变动，你可能可以更抓得到它们，然后那些不安可能会慢慢的又会再被你排除掉。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可以的。那如果要投资，我觉得是 OK 的，是可以去做，可以执行的，可以去行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身心灵相关的，或是健康塑身、健身，或者是医美相关的，是不是可以去做，或者是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是 yes 或 no 呢？答案都会是好的，都是 yes。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例如说，如果你是要做医美，那可能你就是必须要分次，就是好几次去做处理，去慢慢的去做调整，慢慢的去做。那健身也是，就是它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会是一个比较需要慢慢的去执行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很快的马上就可以见效的一个状况。那疾病也是，就是你如果照着医嘱好好的去配合，去进行你的计划，其实是会好的，但是就是时间会是比较久，因为钱币的要素会是比较久的这样子，但是它会是顺利进行的。那脚踏实地，对，最重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要照着你要的那个步骤跟你的计划，慢慢的一个一个去执行，是 OK 的。但是没有办法一步登天。好，那结果是 OK， 是 yes， 是好的。好。那第4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第5组香酥苹果派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问题是感情相关的话，答案会是 yes 还是 no 呢？好，然后工作跟事业。
接下来是学业方面，学业跟考试。好，然后这个我们可能宝宝的小屁屁可能要稍微遮一下。好，那接下来是财运或投资理财相关的问题。好，那最后是有关于健康、健身、医美、身心灵相关，或是有关于疾病的问题。OK， 那我们另外再抽2张牌，是这一次的彩蛋。关于在圣诞节或者是在跨年的时候，如果跟对方告白，或者是跟对方邀约他出去，能不能够成功？我们来看看哦。先来看告白。等一下，我要再拿另外一个，稍等我一下。对，这个应该会被黄标，所以大家稍等我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像还是有点危险。我盖2个好了，这真是太令人为难了。好，那接下来是邀约能不能够成功呢？等一下，我又再拿另外一个，稍等我一下。OK， 好。天哪，好。然后我们的 key card， 好。OK， 我们来解说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的问题是有关于感情相关的话，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答案是 yes。那我一样分3个层次来讲解。第一个层次是，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准备脱单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经过朋友、亲朋好友的介绍，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他是体贴的、内敛的、沉稳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家世不错，家庭状况是不错的，经济状况是不错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那第二层，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是有喜欢的人，你还没有跟他告白，你们2个也许正在暧昧期，那我会觉得答案也是 yes。那你可以多跟他例如说可能跟亲朋好友一起聚会聊天，或者是可以就是例如说可能跟他多讨论，跟他谈有关于2边家庭的事情之类的。
那多体贴他，对，因为钱币女王她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她是包容而且体贴，然后是默默的会去支持对方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能够保持就是一个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在他身边，然后会听他讲，然后温柔体贴的对他，那给他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协助，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是很好的。那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基础，而且我觉得是不是那么轻浮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在交往之中，那或者是你就是已经在婚姻之中的话，那我会觉得就是保持你现在对于家庭的一个关心，然后例如说把家里面整理好，就是可能因为反正现在也接近年尾了，那我觉得你就是例如说圣诞节做一些布置啦，或者是年末你可以就是做个打扫整理，然后迎接新的好的一个好的能量进来。那我觉得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会大有帮助的。然后再来就是还是维持对对方的包容跟体贴，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彩蛋因为它现在叠了其他的 layer 在上面，所以我们就不把它拿起来了。那这张是 Temperance， 就是节制。那如果你要在圣诞节或是在跨年的时候跟对方告白，可不可以？我觉得答案是可以的，是 yes。那第一点，我觉得有可能对方其实也想要跟你告白，因为节制本身有心意相通、心灵相通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应该也感受到你对他的喜欢，然后他其实也是喜欢你的。第二点就是因为是节制，是 temperance， 所以请你不要做一些太出格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有点节制这样子就是不要例如说买什么1000朵花之类那种很恐怖的，对六花而言那个很恐怖，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就是给他一些很奇怪的 surprise 这样子，我觉得就不要。那我觉得你就是可能大概有一些 plan， 就是大概有一些计划，然后例如说订好餐厅啊，或是已经想好就是要去哪边或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你就不用想得太仔细，就是你时候到了，那个氛围到了，你当下去灵机应变去告白，其实就可以了。OK， 就是不用太矫揉造作，不用太精打细算的，好好的，就是不用做得太缜密。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就等一个氛围，然后感觉到了，你当下就跟他告白这样子。OK， 那另外这张是如果你要在圣诞节或跨年约他，会不会成功？这张是钱币 S， 我觉得是会成功的，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找一些他或是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然后例如说就是大家一起在家里面聚餐啦，或者是因为是房子嘛，是 house， 所以代表就是亲朋好友或者是在家里面聚餐的一个感觉。然后因为是钱币 S，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小礼物，就是准备小礼物给大家这样子。那你可能可以准备稍微特别一点，或是你可能针对不同的朋友，就是稍微有准备一些活动啊，例如说像
好，我就想到很老旧的，就是像抽奖啊，或者像宾果啊，就玩一些游戏，然后你有准备一些小礼物，然后他的是比较特别的这样子之类的。就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计划，有一些规划，然后再邀约他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这次的邀约，可能你会觉得没有马上就跟他变得关系很好，或者是没有马上就变成男女朋友，可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们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你跟他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实在更好。而且在对方彼此的心里面的那个重量跟重要性会提高很多，所以建议你一定就是要去约约看他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事业或者是你的工作相关的问题哦。那答案是 yes， 只是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包容心去做协调，或者是去做沟通。那我觉得答案是 yes， 是好的，而且是很不错的。那有讲到 house 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会接下来，如果你接下来要找一些伙伴或者是团队，我觉得你可以从你自己身边亲朋好友询问，看他们有没有能够推荐你的人。然后再来就是甚至你可以直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协助也没有关系，会是很好的。OK，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内举不避亲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身边有一些真的能力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跟他们提说要不要一起合作，或者是这件事情请他稍微来帮个忙这样子，都会很好。那接下来这我也不拿了，这是学业。那学业是倒着的死神这张是死神death。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no，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现在也许你读书遇到个瓶颈，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就目前而言可能没有办法突破，就是没有办法到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是你要询问考试还没有考的话，就代表你可能以现在你的一个读书方式或是你的一个学习方式，可能很难让你考试考过。那如果是你要询问你已经考过的证照考试结果会如何，我会觉得答案其实会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要有点心理准备，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子。那我这边出一个建议牌好了，就是该怎么办。OK， 是倒着的。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遮。这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用克里姆的关系，因为就是虽然他是名画大师，但是实在是有一些感觉会被黄标的东西耶。好，那这一张是 The Sun， 是太阳倒着那我会觉得
从根本上你可能就必须要重新审视一下你自己读书或面对考试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第一，有可能你可能真的有些根本上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我觉得现在他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太阳倒着出现，我觉得你现阶段先不要想这么多。我觉得你就先，因为又出现 house 嘛，所以我觉得你先休息了，你先不要想考试，先不要想读书的事。我觉得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先放开，然后你再回过头来好好的去想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学业跟你的考试。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就是太钻牛角尖，然后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我建议你先休息。那休息不是指就是要很疯狂去玩或什么，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的待在家里面，或是就是跟你自己觉得比较能够放松的亲朋好友好好的聊天相处，然后先不要去管学业或是考试的东西，你先放旁边，因为我觉得你整个人状况是不好的，是不 OK 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财运方面，例如说投资理财，或者是像是收支平衡，一般财运的方面，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宝剑5就代表胜利。OK， 所以我觉得是很 OK 的，是没问题的。那你会等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还是稍微，我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蝴蝶，等我一下，我还有另外一个蝴蝶。好，那我会觉得是可以的，是很好的，答案是 yes。那你现在这个时机去进场去买，或者是例如说可能这个时间点你要交易，你要收割或什么都可以的，就是都是好的时机。那而且我觉得是你的判断是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去行动吧，就去做吧。要投资理财就去投资理财。那如果是有关于收支平衡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状态其实应该是可以，是 OK 的，是可以平安度过的。可能之前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辛苦啦，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你的状况会是比较好一点的，是会比较平顺的。OK， 那最后一张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就是例如说你要塑身、健身、医美，甚至你要询问有关于疾病方面的身心灵。那我会觉得你可能在跟例如说假设是健身的话，你可能跟你的健身教练的沟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医美的话也是，就是你可能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跟对方跟你沟通的那个样貌，可能会有出现误差。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运动，你要健身，我觉得你尽量是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去运动，自己去规划一个健身塑身的一个计划，而不是出去外面找别人协助你。那如果是医嘱相关，就例如说疾病的一个例如对策，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再多跟你的医师或者是护士去沟通，去协调。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你们可能沟通上是没有很顺的，是有一点误解的部分在。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把这个部分给理清楚。那再来就是多在家里面休养，就不要到处去跑去走这样子，就是不要到处去拍拍照，不要到处去玩这样子，就是要尽量多静养多休息。那如果是有关于
我觉得如果是有关医美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目前你现在遇到这一家可能不 OK， 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可能周遭有认识的人他做的不错的地方，我觉得你可能再稍微问周遭有没有人有做医美，而且是他自己亲身经历是好的，我觉得你要找那样子的地方，而不是现在你找的这一间，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OK， 好，那最后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